走到他们办公室，就有3个人来问我话，这样还给我拍犯人的照片，还有盖手印。哇靠！这间老板可能是台湾人哦。这里还有台湾籍士兵阵亡的照片。乌克兰女生对另一半的选择标准是什么？靠背，这个镜子也太酷了吧！І так, в мене є далекі знайомі, які потрапили в полон, і їх досі ніхто не може знайти. Але ми маємо надію, що вони повернуться живими. 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这种生离死别，也不会有人需要担心回来的究竟是活生生的挚爱，还是一面冰冷的国旗。Тому вони шукають нового життя за кордоном, але все одно кожен з них хоче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дому, бо дім то є дім. 战争终将结束，希望这里不会再有新的墓碑，唯有和平才能让这片土地真正安息。乌克兰是这3年来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国家。3年过去了，战争却还在持续着。这片土地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带着这份好奇，决定亲自来看看。我的第一站是乌克兰西部的重要城市利沃夫。这里距离波兰边境仅70公里，是进入欧盟的最后一座大城。3年前，利沃夫火车站挤满了逃往欧洲的难民。如今，这座城市是恢复生机，还是笼罩阴霾？让我们一起看下去。我选择从布达佩斯搭夜间巴士前往乌克兰。我的巴士终于到了，他给我延了快3个小时。Hello， 大家好，我库萨巴。我在匈牙利的边境，这边跟巴尔干的大部分国家一样，就是入境和出境的时候要下巴士，一个一个排队给边境官检查护照，检查完之后再上巴士。那我这边完成出境手续之后，到乌克兰那边要再完成入境手续。那我现在先去排队。这是叫我不要贿赂边境警察吗 ？Hello。Yeah，thank you very much。干这个边境警察搞了我10几分钟啊，应该有15分钟吧，有没有20分钟我不知道，但是他光用我这个护照就搞了这么久了。哇哩嘞，这从乌克兰出境的车子好多啊！我以为刚刚那个乌克兰士兵是上来收护照的，结果没想到他只是上来先检查你有没有护照。车子往前开，又上来了1名士兵和边境警察收护照。跟大家讲一个很靠北的事情，我现在在边境站的福利社这边，然后刚刚被司机叫下车，跟着一个士兵走到他们办公室，就有3个人来问我话，这样有一个是翻译官，另外2个不会讲英文，这样子，还给我拍犯人的照片，还有盖手印，然后问我整个行程规划是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在网络上申请签证的时候都有打那些详细的行程表，可是我刚刚要打开的时候打不开，因为网络也不好。后来他们问完话之后，就说他们要请示他们的长官，说能不能让我入境这样子，然后就叫我到他们这个福利社这边等。在这边还有一点点网络，我上网去他们的签证网站去登录我的账号，结果发现我的账号被注销掉了，超级夸张。A few minutes later， 我刚刚在福利社遇到一个穿着便服的本地人，我不知道他是这里的员工，还是说只是过境而已。他很热心的问我说需不需要帮忙，我就告诉他我当前的状况，结果他看了一下这里有没有监控，小声的跟我说叫我贿赂他们会比较好入境。我听到这个答案，我真的是觉得太夸张了，真的是刷新我的3观啦。Many hours later， 现在要来上火车啦！这里面也太酷了吧！你们看，这是上下铺的，但是好闷热啊。这边是这样，2人座，然后这边可以躺着，上下铺的。
干，这个地方也太酷了吧！我现在在火车上，因为刚刚的情况没办法录影，所以我在这里口述跟大家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那个福利社待蛮久的，有没有超过1小时我不确定，但是我敢保证至少超过半小时。然后那里的网络也很烂，所以我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等那个士兵来找我之后，他就叫我上去另一个小房间。那时候也有另一个翻译官，不是讲中文的，而是讲英文的翻译官，拿着一叠资料跟着我一起进去，问了一些话，给我填完资料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去边境检查站，然后就有3个警察围过来跟我讲说要检查我的行李和护照。我就想说啊，也没关系，反正我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全部打开给他们看。可是他们检查蛮仔细的，就是如果我没有主动打开给他们看，他们自己也会说，哎，这是什么，要去摸，要去翻这样子。然后确定都没有危险物品之后，他们就在我的护照上面盖章。但这时候我偷瞄一下我的巴士还在吗？不出意料已经走了，因为距离我被叫进去大概也隔了4-5个小时，所以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干嘛。但还好那个翻译官有救我一把，他叫我跟着他走，他要开车载我到30公里外的乌日霍罗德小镇搭火车。路上我也有直接问他，为什么我有签证还会被刁难？他就跟我说，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盟友嘛，所以我就被叫下车，被他们特别检查，耗了我好几个小时。但能免费体验一下这个乌克兰的火车也不错啦。我觉得那翻译官人也蛮好的，开车带我到镇上的时候，不急着把我送到火车站，反而是带我去逛了一下镇上。好啦，因为搭夜间巴士还有被海关搞了一把，搞得现在自己好累啊，我先睡觉一下。终于抵达利沃夫了。今天一路走过来，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原本昨天搭的夜间巴士是今天中午12点会抵达利沃夫，但是夜间巴士 delay 了3个小时，加上早上我在海关不知道被卡了多久，现在晚上7点才抵达利沃夫。但幸好最后有平安的抵达，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那现在时间也有点晚了，我打算先去青旅 check in， 再做后续的打算。终于到旅馆了，刚刚老板娘带我看了一下环境，我觉得这间 CP 值还蛮高的。这是我的床位，它的床垫蛮大的，我觉得还不错。你们看这边还有晒衣架，这样我手洗衣服就有地方可以晾了。其中让我最震惊的是这个洗衣机，你们看一下洗一次要多少钱？洗和脱只要花当地币50元，换算台币大概是40元，换算成欧元的话大概是1.2欧元。我觉得超级便宜，因为之前在其他国家有些旅馆它不能晾衣服，所以我只能使用洗衣机。之前洗一次大概都花了200-300台币，大概6-7欧以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物价真的是蛮便宜的。住在这边4晚才832台币，平均1晚不到6欧，我觉得非常便宜。然后今天真的蛮累的，所以我打算先去洗澡休息一下，明天再带你们逛这座城市。那我们明天见喽。喂，今天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昨天特地查了一下这里的资料，发现这座城市最后一次遭受到俄罗斯的攻击是在半年前，可能是因为这里离前线比较远的关系，所以相对安全。我现在来到利沃夫的老城区，这里是整座城市的精华。其实利沃夫不仅是乌克兰最美的城市之一，这里也被称为乌克兰的文化之都。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音乐、文学、艺术以及剧场都在这里蓬勃发展。政府机关、商业中心、历史悠久的教堂和博物馆全都聚集在这里。走在街上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欧洲文化气息。市政厅就在这里，对面则是热闹的商店街，中间的马路则是汽车和电车共用的路线，整体氛围相当欧洲。
逛了一圈老城区，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安全，甚至让人忘了这个国家正在经历战争。这里已经没有3年前挤满火车站的难民潮，但街上却多了不少乞讨的人。或许他们曾经也有稳定的生活，却因为战争失去了一切。这把手也太酷了吧！你好，你们看，在市政厅的前面还有观光火车，这里的旅游业依然正常运作。真的跟我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乌克兰有点不太一样啊！就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一个乌克兰士兵抱着他爱人的壁画。这应该是整个老城区里唯一让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正在打仗的地方。旁边这段话我用 Google 翻译查了一下，翻译成中文是：我将等待，我会日夜等待，我会永远等待你的归来。这几句话真的让人很难受。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这种生离死别，也不会有人需要担心回来的究竟是活生生的挚爱，还是一面冰冷的国旗。漫步在老城区的边缘，旁边的公园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堆国旗插在雕像旁，起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含义，但往公园的深处走，我明白了。虽然我看不懂乌克兰文，但这些照片和名字说明了一切。这里是在悼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这些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的生命。战争夺走了他们的未来，但让他们的名字永远被铭记。走在路上啊，我发现这里的男女比例差距超级明显，路上的女性居多，而男性大多是小孩、老人或者是军人。说到军人，我发现这里有不少外籍士兵，像我的房间里就有2位来自巴西的外籍士兵。逛了一圈有点累，来去喝杯咖啡，毕竟这里也是乌克兰的咖啡之都，来这里不喝杯咖啡就太可惜了。听说这里的咖啡文化历史悠久，甚至比基辅的还有名。利沃夫的咖啡馆据说是从18世纪开始流行的，当时奥地利人把这个习惯带了过来。这间矿场咖啡真的太特别了，它的装潢让我感觉真的在矿场喝咖啡一样。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咖啡叫做封印咖啡，是透过点燃咖啡上的糖层来焦糖化，形成独特的薄壳。这不仅带来迷人的焦糖风味，还让整杯咖啡增添一丝戏剧感，超级酷。喝喝看味道如何？真的不错，第一次喝到这种咖啡，感觉乌克兰人对咖啡真的是很讲究啊，不是随便冲泡一杯就好了。这是漂浮在咖啡之上的焦糖。第一次边喝咖啡边吃咖啡上的焦糖，真的是蛮特别的。除了咖啡，我刚刚看到这里还有一款甜点，柠檬焦糖布丁佐甘蔗皮。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很厉害。这道甜点也是现场炙烧的，让焦糖在高温下慢慢融化，并形成脆脆的外层。没想到来这里不只味蕾被满足，连视觉也是一大享受啊！看起来很好吃，没想到在乌克兰也能吃到这么精致的甜点。哇，这个布丁的口感也太滑顺了吧！柠檬的酸味加上焦糖的甜味，搭配起来刚刚好，超级好吃。我的头发也长长了，现在来去看这边剪头发要花多少钱。刚刚去了4间理发店，理发的价格在400到600当地币之间，选择400块那间，折合台币是318元，换算成欧元的话不到9欧。相比我在台湾都去百元店理发，是贵了一点。但是他的服务态度我很满意，帮我剪发的那个弟弟是新手，但他其实剪得还不错，而且整个过程没有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理发前和理发后都会给你免费洗头，完事后还有一杯免费的咖啡或茶。这种价格和服务，如果放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话，真的是算 CP 值蛮高的。哎呦，这边有一间奶茶店哦，来进去喝喝看好不好喝？没有一个看得懂，全部都是乌克兰文。
Yeah, Chinese。这个纸条居然是繁体中文啊！哇靠，这间老板可能是台湾人哦。这里还有台湾籍士兵阵亡的照片。跟在台湾喝到的一模一样，还蛮好喝的。但是这一杯在这里卖119块台币。刚刚跟店员确认了一下，这里的老板果然是台湾人啊。我现在在青旅认识一个乌克兰人，他叫 Henia。Hello。乌克兰女生对另一半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Я думаю, що він має бути добрим, щирим, чесним, має намагатися, звичайно,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сім'ю, але в Україні дівчата не сідають хлопцям на шию, вони можуть самостійно заробляти або, наприклад, розділяти всі суми, всі потрібні кошти для сім'ї 50/50. І красивим. 在台湾也是这种想法。但是我知道在中国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如果你结婚没有给女方钱的话，女方父母会不同意她的女儿跟你结婚，还有要有车有房这个条件，让很多中国男生压力很大。但在台湾不是，我有问我女生同学，她跟我说她择偶标准不需要男生有房有车，但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愿意共同努力的心。В Україні теж часто дівчата хочуть багато грошей і таких подарунків, як і ваші дівчата в Китаї, машину, квартиру і тому подібне. Але є і багато нормальних, адекватних дівчат, так само чоловіків. Я відношусь до тих, хто сам на себе заробляє і не вимагає від своєї другої половинки таких якихось дорогих подарунків і великої суми коштів. Для мене основне це почуття і щирість. 你这样的观念很好，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男生。Thank you. 在乌克兰，你们会有年龄上的压力吗？就是说，在几岁之前要结婚，不然会被父母催婚。Так, в Україні теж є свої традиції. І зазвичай, якщо ти не одружишся до 30 років, то ти вже вважаєшся старою. В Україні кажуть на таких дівчат «стара діва». 但中国是25岁没有结婚，然后就会被父母催婚。那他们这里是30岁，比中国好了。中国是25岁，台湾的话，我觉得超过30岁应该都还好。然后会不会被父母催婚的话，这是要看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住在青旅的好处就是可以到处认识朋友。现在要和同房间的2位乌克兰士兵还有乌克兰妹妹一起去吧。靠背，这个镜子也太酷了吧！台湾。Subscribe to vlog Vibe Nation。太多人了吧！利沃夫的夜生活也蛮丰富的，真的是又刷新我的三观了。Tomorrow. 昨天黑尼亚很压抑，我还没喝过乌克兰的罗宋汤。One week in Ukraine, but not try borscht. It's a problem. 所以他今天带我来吃传统美食，我这才知道，这红红的罗宋汤才是正宗的罗宋汤啊！ Hello guys, привіт! Зараз ми з моїм другом у кафе, яке називається Підпільний квадрат. І сьогодні ми спробуємо українські страви. Це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борщ, це страва з буряка, картоплі, м'яса та інших овочів. Вона є традиційною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вона взагалі занесена до списку ЮНЕСКО. Ц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пампушки з чесником, з garlic, це українська сметана. Ця страва – ц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дируни, вона готується з тертої картоплі та інших додаткових інгредієнтів. І також вона може подаватися з грибами, з м'ясом або просто зі сметаною. Наступна страва – це українське сало. Тут різноманіття сала. Тут бачимо рулет із сала, сало топлене, це українські шкварки і сало звичайне солене з хлібом. Це теж традиційна українська страва, вона досить старовинна, називається палюшки.
Це теж страва з картоплі, але вона готується іншим чином, і також у ньому є м'ясо. Це свинина. Смачного нам! Українці кажуть смачного. OK，这个汤好红啊。它这个罗宋汤的番茄味还有甜根菜味蛮重的，里面的肉也蛮好吃的。然后黑尼亚跟我说可以加酸奶进去试试看，这样也很不错喝。So in general, you add sour cream inside. Yes. 啊 ，OK， 加酸奶进去也不错，还蛮好喝的。我知道匈牙利吃饭的第一道菜一定是汤，那这边也是一样吗？ Так, українці полюбляють мати першою стравою борщ або суп. Він може бути різноманітний. В Україн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різних супів, як білих, так і червоних. Вони можуть бути з в'яленим або будженим м'ясом, або овочеві, або навіть супи-пюре. Але зазвичай традиційний це червоний борщ або різноманітні дзупки. Супи з куркою. 战争爆发之后，你有很多男性朋友或者亲戚被抓去当兵的吗？ Так, мій тато служить, і також дуже багато родичів та друзів і знайомих служать. І так, в мене є далекі знайомі, які потрапили в полон, і їх досі ніхто не може знайти. Але ми маємо надію, що вони повернуться живими. 我很抱歉听到这种事情，因为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女生，然后男生很少，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 Багато хлопців зараз служать на війні, захищають нас в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яким насправді не потрібні наші люди. Росії потрібна лише наша земля і наші корисні копалини. І все. Вони просто нищать наш народ. 战争爆发后有影响你的工作吗？ Так, дуже багато хлопців і дівчат зараз на війні. Тому на великих підприємствах та й взагалі навіть і невеличких бракує людей, бо багато хто на війні. Але також є люди, які виїхали з країни через те, що їхній дім зруйновано і їхню долю зруйновано. Тому вони шукають нового життя за кордоном. Але все одно кожен з них хоче повернутися додому, бо дім – то є дім. 我很惊讶，黑尼亚说这餐他要请我，我又遇到一位热情的当地人，真是开心啊！大家和黑尼亚来到火星公墓，这是一座2022年之后才建造的公墓，里面埋葬的都是在乌俄战争中阵亡的士兵。 这里的氛围十分肃穆，一踏进来就能感受到这里沉重的氛围。这些墓碑上的名字，或许是某人的父亲、儿子，或是从未回家的兄弟。每一束鲜花都是家属最后的思念。即使战争仍未结束，这里却已埋葬了无数的士兵。每一座坟墓都代表着一条生命。这里的宁静与战场的残酷形成了强烈对比。走在这里啊，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过来。 帮他们的家人整理坟墓，或者静静的在他们旁边陪伴着他们。在我拍摄时，有一个妹妹走过来，很好奇我在这里干嘛。 Яке в тебе є запитання до мене? 我很抱歉你现在经历的事情，可能你还不太懂，但长大你也许就会懂了。 Папа. 在坟墓的角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右边这些坟墓是旧的，而左边这边相对比较新，上面的黄土都还没有被石头掩盖。这片公墓还有一半的土地未被使用，但愿它永远不会被填满。战争终将结束，希望这里不会再有新的墓碑，唯有和平。 才能让这片土地真正安息。看完军人公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老城区。一声刺耳的警笛划破宁静，吸引了我的目光。随后，几辆载着阵亡士兵的灵车缓缓驶过。
四周的人仿佛瞬间静止了。随着灵车接近，不少人纷纷跪地，向逝去的英雄献上最后的敬意。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让我感受到沉重而肃穆的氛围，仿佛连空气都凝结了。利沃夫有着欧洲典型的老城风貌，有咖啡厅，有观光客，但同时也有未回家的士兵和等待他们的家人。这就是现在的乌克兰，日常与战争交错的现实。希望未来这里只剩日常，不再有战争。我在利沃夫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我们在下一个城市见，拜拜。